想要获得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吗？努力学习、升职、加薪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和获得被动收入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考拉书屋，我是 Kiki， 我会在这里分享一些职场和个人生活可以参考的读书笔记，希望你喜欢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畅销书《富爸爸穷爸爸》。这本书是日裔美籍人罗伯特·清崎于1997年写的一本理财书。这本书一出版，他的独特的理财观念就引起了热议。出版至今，它已被翻译成51种语言，在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发行。Kiki 很多年以前读过这本书，可能因为太年轻，没有人生体验，所以当时几乎完全没理解，对内容也没什么记忆。最近对理财感兴趣，拿起来再读时就觉得读晚了。关于这本书，有人推崇，也有人质疑，但是 Kiki 觉得，对于刚要开始学习理财，想要提高财商的人来说，这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。今天我挑出我觉得重要的4个内容介绍给大家。1. 富爸爸穷爸爸。书名叫做《富爸爸穷爸爸》，清崎的这2位爸爸非常有意思。在这部分，我们先了解一下这2位有趣的爸爸。2. 什么是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？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在说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，其实清崎在2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概念。在第2部分，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清崎对他们的定义。3. 实现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的方法，即书中所说的提高财商。4. 学会不为钱工作。在这部分，清崎会告诉我们明确目标去工作的重要性。最后按惯例是 Kiki 小分享。好了，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1. 富爸爸穷爸爸。你有没有被说过钱不重要，好好学习吧，你上了大学，有了好工作，自然就有钱了。 Kiki 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，清崎的一个爸爸也是这样教育他的。清崎有2个爸爸，一个是穷爸爸，一个是富爸爸。一个爸爸博士毕业，为政府的教育部门工作，而另一个爸爸连高中都没读过，为自己的建筑公司、货仓和餐馆工作。前者是雇员，后者是雇主。前者说贪财乃万恶之源，后者说贫穷才是万恶之本。前者习惯说我可付不起，后者坚持说我怎样才能付得起。前者劝清崎说努力学习吧，那样你就能去好公司工作。后者告诉清崎努力学习吧，那样你就能发现一家好公司并收购它。前者说当涉及钱的时候要小心，别去冒险。后者说要学会管理风险。前者关心升职、加薪、退休政策、医疗补助，他觉得得到这些是理所当然，有时对这些事情的关心甚至超过对他的职业本身的关心。后者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，他反对理所当然，认为正是这种心理造成了人们的软弱和贫穷。前者努力存钱，后者不断投资。前者教清崎写下让人印象深刻的求职简历，后者教清崎写下雄心勃勃的事业规划和财务计划。前者总是说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富人，后者会说我是一个富人。自然了，前者是穷爸爸，后者是富爸爸。穷爸爸会说我对钱不感兴趣，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。富爸爸会说金钱就是力量。清崎选择了听富爸爸的话。Kiki 在小的时候
也遇见过几个富爸爸这样的人，但是穷爸爸这样的人占了我生活的 99.9%。他们把富爸爸那样的人定义为不遵守社会常规的异类。他们告诉我，要走寻常路，那才是安稳的路。于是我努力学习，努力找到好的工作，努力寻求升职升薪的机会，直到这几年察觉到理财的重要性后，我才发现我要重新审视我的理财观念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2. 什么是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？接下来让我们看看20年前就被清崎提出的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。现在财务自由和被动收入这两个词被炒得火热，最近这几年网上全都是 FIRE FIRE， 甚至有些人为了赚人眼球，前2天还跑出来喊，和我学习吧，我有被动收入了，我财务自由了，我可以退休了。过2天又开始为五斗米折腰。我们要想获得财务自由和被动收入，就得了解对的概念，别被那些噱头引导错了方向。清崎定义的被动收入是不需要我到场就可以运作的业务，也就是说不需要你到场你就可以获利的业务。而财务自由呢，衡量它的标准也很简单，就是看你不工作了你能活多久。如果你不工作了也能活一辈子，那么恭喜你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，或许也不需要再继续听下去了不过我还是欢迎你继续听下去。3. 实现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的方法：提高财商。财商包括1. 财务知识， 2. 投资策略， 3. 市场供需， 4. 法律规章。下面我们逐一的看一下它们的具体内容。首先是财务知识，你要有财务的基本概念，也要有阅读理解数字的能力。清崎给我们介绍了3个最基本的财务概念：资产、债务、现金流，并用它们分析了穷人、中产和富人的区别。在介绍资产和负债的概念前， Kiki 先给大家出一道题，你觉得贷款购入的住房是资产还是负债？答案是负债。你答对了吗？我们的钱在收入、支出、资产和负债中流动，这就是现金流。把钱从我们的口袋里取走的东西是负债，把钱放进我们口袋里的东西是资产。如果你把贷款买来的房子租了出去，且它的租金大于你要偿还的贷款，那么它就是资产了。清崎还分析了穷人、中产和富人的现金流。穷人的工资只能应付缴税和衣食住行，所以只有支出。中产阶级有相对高的工资收入，他们会在升职和跳槽中获得升薪。可是每当这个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，我的经济充裕了，我应该给自己一些奖励。这个奖励如果大的话，可能是换大房子、买新车子。当然，很多时候他们要为此承担更多的贷款。这个奖励如果是小的犒赏，可能是买名牌、吃大餐。清崎形容这种挣钱、消费、再努力挣钱、再更多消费的生活状态为老鼠赛跑，就是那种在直立的转盘上跑个没完没了的荷兰鼠的状态，因为它是一个无限的死循环。我们大多数人都说买房吧、买车吧，这些将来都是资产。哎，很可惜，他们如果只能把钱从我们的口袋里取走的话，那他们其实不是资产，是负债。而富人呢，他们购入资产，让资产为他们赚钱，然后再拿资产赚来的钱去消费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像富人一样购入资产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财商的第2条，投资策略，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是资产了。1. 不需要我们到场就可以正常运作，且给我们带来收益的业务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承包或承租。例如，你拥有一家咖啡厅，但是你转给别人经营管理，他定期交给你一笔钱，这样这个咖啡厅就成了你的资产。
2. 股票， 3. 债券， 4. 共同基金。这3个大家都知道，是很多人都会用的投资方式。5. 能够产生收入的房地产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如果有多余的房产，你就可以通过出租或者贩卖来换取收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是贷款购房，只要你的租金和卖出价格大于贷款，那它就是你的资产。6. 借据，一般借贷关系都会发生利息，所以借据可以变成你的资产。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，我没钱投资这些理财方式对我来说都太不可行了。那么还有第7和第8。7. 版税，如音乐、手稿、专利。视频制作、博客、播客大多赚的是广告费，但是因为是以创作赚钱，所以也可算是这类内容。而这类内容一般不需要很多的成本就可以开始， Kiki 也是看中了这一点，就开始制作视频了。8. 其他有价值，可以产生收入或者增值潜力，并且有很好销路的东西，例如代购，海外代购也好，国内的转购也好，都属于这个范畴。7和8在起步的时候需要你付出一些心力，但是走上正轨后，你就可以用外包的方式，把不是必须你干的事情交给别人去做。当你在7或8这样的事情上赚到了钱，你就可以开始考虑把赚到的钱投入到1至6中，以增加资产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一下财商第3条，市场供需。既然要投资，就要懂得市场的投资规律和供需关系。买股票、买房产都得了解行情和运作规律。做视频、博客、播客，你也得摸索观众需要的是什么。你要思考怎么做才可以给他们不同的信息和体验。找到市场的供需关系，抓住市场，创造机会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但是在市场上总是有买方就有卖方，去探索和琢磨，一定会发现些什么。不断的重复这样的练习，一定会提高对市场的敏感度。说着简单，反正 Kiki 也在学习。最后是财商第4条，法律规章。清奇说，要熟悉有关会计、公司方面的法律，以及各个地区的法规。我们必须按规则来进行游戏。其实了解这些，既可以增加你的资产，也可以保护你的利益。书中有一个很好的比较，如果你了解公司法，你就会知道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是不同的。我们个人是拿税后的钱支出，而企业可以用企业经费的名义，拿税前的钱进行支出。你会说，我没钱，没员工，我成立不了企业。你查询一下企业注册条件，就会发现，你可能拿着1块钱的资本金，只身1人就可以注册。不说这么复杂的，就拿视频制作、博客和播客来说，有多少人因为不了解法律规律，使用了不能使用的音乐、图片、文章，最后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，没办法从用心制作出的作品中获得收益。4. 学会别为钱工作。Kiki 在读这一章节的时候很有感触，对于这部分 Kiki 总结了2点值得参考的内容。1. 不要过度重视自己的专业，请注意过度2字。专业会提高市场竞争力，但是清奇说，过度重视会让人陷入专业特长的陷阱之中，就少了很多选择的机会。Kiki 理解就是，拿这次新冠肺炎来说，有很多航空公司都裁员了。如果那些空乘人员非要强调，我可是专业的空乘人员，我一定要发挥我的专业，那他可能在短期内就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。相反，有很多人利用自己在空乘中积累的外语能力、化妆技巧、待人接物的能力，开始了自媒体、礼仪培训等等的新事业。2. 如果你要创业，想拥有自主经营的领域，你就应该明白你需要什么能力。清奇知道自己的事业需要懂得国际贸易，所以去做了船员，了解东南亚的经济。后来他觉得还需要学会指挥能力，就放弃了收入丰厚的船员工作，加入了海军陆战队。接着
他为学习销售能力、市场营销能力，去生产复印机、打印机的大公司施乐工作。之后，他用这些能力缔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关于《富爸爸穷爸爸》书中内容的介绍就到这里。简单的总结一下：一，我们身边有富爸爸，也有穷爸爸。大多数人都是有传统思想的穷爸爸。清崎选择了听从富爸爸的想法。Kiki 觉得，我们不能说这两种人谁对谁错，谁好谁坏，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。小时候我选择了听穷爸爸的说法，现在我想像清崎一样选择富爸爸的理念。二，财务自由和被动收入的定义。财务自由就是你不工作你能活多久，而被动收入就是不需要你到场你就可以获利的业务。三，实现财务自由被动收入的方法，提高财商，它包括财务知识、投资策略、市场供需和法律规章。四，学会别为钱工作，这里有2点：第一，不要过度重视自己的专业；二，如果你要创业，你就应该明白你需要什么能力。最后，按惯例 Kiki 想和大家分享2点我读了这本书之后的思考。第一点，提高专业能力的同时积累多样的经验。清崎说，不要过度重视专业，他为了自己的事业潇洒地换了不同的工作，去积累多样的经验。我很羡慕他可以这样做，但是我想对于大多数需要面对生活的我们来说，没有办法像清崎那般潇洒。做了多年的 HR 相关工作，首先 Kiki 必须说，专业就是竞争力。在劳动市场中，专才比通才吃得开，即便是在重视培养通才的日本，这种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。所以我认为提高专业能力很必要。其次，如果你想要创业，或者是想增加自己的生活筹码，就一定要拥有专业以外的视角，培养一些专业以外的能力，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们是我们的附加价值。你想想，现在有多少程序员在做电脑测评、手机测评这类的自媒体？我同学中做程序员的人大多是不善言辞的，很难想象他们可以做自媒体。可是那些成功的自媒体程序员，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专业知识，有创意力、表达能力和对观众市场理解的敏感力，这些能力让他们如虎添翼。Kiki 做过董事助理、HR 等工作，我觉得他们让我学到了小到如何做简报，如何组织会议，大到如何企划、管理项目，如何理解他人、带动团队。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应用到专业之外的通用技能。我觉得我也在把它们应用到现在的视频制作中。第二点，可以马上应用于理财的5种能力。看了清崎的收入、支出、资产负债和现金流后， Kiki 看了一些其他的理财书籍，然后总结出我们可以用5种能力来理财。一、赚钱的能力，用它来提高收入。2、用钱的能力，用它来合理的控制支出。3、存钱的能力，用它来储备购买资产的本金。4、钱生钱的能力，用它来增加资产。5、守钱的能力，用它来减少负债。无论你对财务自由、被动收入是否感兴趣，都希望今天的内容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参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。Stay happy, see you.